亲爱的朋友，历史印记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频道，目的是深入挖掘那些改变世界进程的伟人们的生活和成就，感受改变历史进程那些人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名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故事碎片，第10段为名人给历史烙上的印记和名人的趣事。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istorical Fragments 1。在美国的深南部，一个小男孩对着镜子练习演讲。你知道他是谁吗？那就是年幼的马丁·路德·金。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经常带他去教堂。在那里，小马丁被父亲雄辩的讲道深深吸引。家中的讨论经常围绕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权利。这些早期的经历培养了他成为后来的伟大演说家。在我们教育孩子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家庭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们会模仿大人的行为，不仅学习知识，更学习如何为理想发声。Historical Fragments 2。你能想象马丁·路德·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白人小孩吗？在种族隔离严重的时期，小马丁与邻家白人小孩无忧无虑地玩耍，直到有一天，那个小孩告诉他，由于他的肤色，他们不能在一起玩了。这件事对于年幼的马丁影响深远，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激发了他后来致力于打破种族壁垒，追求平等的决心。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作为父母，应该鼓励孩子们超越肤色和种族的界限，建立友谊，教育他们理解并尊重多元化的世界。Historical Fragments 3。你知道马丁·路德·金在青年时期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来改变世界吗？还不到30岁的马丁·路德·金，面对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时的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领导抗议活动。他的非暴力抗议策略不仅展现了他的勇气，还凸显了他的智慧。他的行动向叛逆的青年展示了如何将愤怒和不满转化为积极的社会变革。作为父母和教育者，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激励我们教导年轻人用和平且有力的方式来争取正义。Historical Fragments 4。马丁·路德·金的青年时期是否只是关于社会运动？答案是否定的。马丁·路德·金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深入研究宗教和哲学。他的论文《一种对人的本质有关的比较研究》体现了他深刻的思考。他的学术追求教育了我们，即使是在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也不应忽视个人的知识成长和内心的修养。这个故事对于任何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都是宝贵的启示，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同时不断学习和成长。Historical Fragments 5。你知道马丁·路德·金是如何在中年时期成为全球和平的象征的吗？1964年，马丁·路德·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标志着他非暴力抗争理念的国际认可。但这个荣誉并不意味着挑战的结束，他继续面对着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艰难斗争。马丁的故事激励每一位面临逆境的中年人，无论世界如何回应，坚持和平与公正的斗争是值得的。Historical Fragments 6。想知道马丁·路德·金如何在中年时通过一场游行震撼世界吗？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了历史性的 I Have a Dream 演讲。这场大游行不仅是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是马丁·路德·金职业生涯的顶峰之一。面对逆境，他选择将希望和愿景传递给数以万计的人。马丁的故事告诉中年人，无论挑战多么艰巨，都有能力激励他人，成为变革的力量。Historical Fragments 7。你知道马丁·路德·金是如何激励世界追求平等的吗？他的 I Have a Dream 演讲不仅成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也成为全球争取社会正义的灵感之源。在这次演讲中，他描绘了一个人们基于性格而非肤色被评判的未来。
马丁·路德·金的愿景和行动如何继续启发我们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Historical Fragments 8. 马丁·路德·金如何用非暴力抵抗改变世界？他坚信通过和平的方式可以结束社会的不公。他的非暴力抵抗策略不仅推动了美国的民权法案通过，也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和平抗争。他的抗争方法和哲学如何仍旧激励着世界各地争取权利的人们。Historical Fragments 9. 马丁·路德·金留下了怎样的领导遗产？作为一位牧师和领导者，他以卓越的演讲能力和坚定的信念领导了一个改变历史的运动。他如何证明真正的领导不仅仅是指挥他人，而是通过自身的榜样和牺牲激发变革？马丁·路德·金的领导方式对今天的领导者有哪些永恒的教训？ Mark of the Day. 在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社会不公中，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声音如同清晨的钟声一般响亮。他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浸润在社会活动的氛围中。在他的青年时期，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在远离大西洋的另一边，中国人正在经历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当马丁走上街头，带领非暴力游行时，中国的年轻人被卷入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风暴。在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显著。美国尽管存在着种族歧视，但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得以孕育了改革的种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封闭政策和严格的社会控制让其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渐落后。马丁·路德·金的家庭教育和他对平等与正义的执着，与他成长的社会环境并行不悖。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在他心中播下了变革的火种，这火种最终点燃了整个民权运动。那么，当我们回望过去，看到中西方在同一历史时期走过的不同道路，不禁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文化差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会落后？马丁·路德·金那激昂的演讲和坚定的行动，以及他对自由与平等梦想的追求，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跨越时空、文化和理念界限的旅程。它激励着我们去思考、去行动、去创造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更是全球争取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标杆。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1964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更体现在随后种种法律和社会变迁中。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打破了法律层面的种族隔离，这是马丁·路德·金努力的直接成果。他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成为了无数追求自由与平等人们的口号。更重要的是，他的理念和行动激励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权运动，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到印度的底层人民改革运动，无不体现着他的思想影响。马丁·路德·金的影响也反映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中，在他影响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逐步成型，尊重和包容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观。他对话语权分配的影响尤其深远，使得历史上边缘化的群体得以发声。这一点在社交媒体时代愈发明显。然而，马丁·路德·金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他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种族不平等、社会不正义的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为后人指明了方向。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集体行动和和平抗议，社会可以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前进。从马丁·路德·金身上，我们学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教科书。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历史的推动者，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背景或社会环境。正如他所展示的，一个人的梦想有时候确实能够撼动世界。在马丁·路德·金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坚持信念、不畏强权的灵魂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他留给世界的遗产，那份对于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将永远激励着每一个追梦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生命的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使用它。马丁·路德·金用他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马丁·路德·金的一生充满了许多有趣的事迹，他们揭示了这位伟人的多面性和人性。例如，他在大学时的智商测试得分为185，显示出他非凡的智力。但他并非仅以学术才华著称，他还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特别喜欢听合唱福音音乐。马丁·路德·金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但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最著名的那一部分是即兴的，原稿中并没有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正是在现场的互动中，他被观众的热情激发，发表了这个后来成为历史性的演说。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他在大学就已经表现出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他在15岁时就入读了莫尔豪斯学院 Morehouse College， 而在年轻时，他曾认真考虑过放弃进入神职，以成为医生或律师，直到他的导师塑造了他对于社会改革的看法。马丁·路德·金还经常与孩子们玩玩具，尽管他的生活充满了政治斗争，但他总是设法抽出时间与家人共度时光。他的幽默感也是人们所喜爱的，他能用风趣的方式减轻紧张的社会活动气氛。即使在马丁·路德·金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忘以身作则，积极推广他的非暴力理念。他的一生和工作不仅影响了他所处的时代，更是跨越世代，影响了世界各地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人们。